这个挺好的。哎呦，还行哎，文本还可以。这个比现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主咖陪你看，我们是今天的特别陪看员某某某。哎，跟大家打下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左凌峰，我是刘彤。我呢是主咖和他的朋友们的嘉宾张唯一。我们3个人呢，就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领取了一张任务卡，每张卡上拥有隐藏任务的人需要在今天陪看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任务。给大家解释一下，怕一会儿大家有人做奇怪的动作会吓到大家。那就不用投了，那就很明显了。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任务卡。变精3、2、1，变精。张唯一老师在收到节目邀约后，有告诉某某某的2位成员吗？有，我们当时其实很早之前就跟他们分享这件事情了，我很兴奋啊，洗白的好机会。张唯一老师觉得某某某另外2位成员适不适合上主咖和他的朋友们？我们还差一点吧？我们的国民度可能还差一点。要不我给你们介绍一个节目，你们去上一下。不用。张唯一老师觉得某某某另外2位成员会不会在陪看过程中心疼自己？我觉得他俩肯定不会心疼我，我会的。会有一点吧，可能只有一点儿，听到了吗？可能觉得他们吐的不够狠吧。没什么可吐槽的，之前都吐的差不多了。我们一般的生活中就是一直在吐。我们10几年了，该有的槽点也都吐完，都消化完了，所以都不认为是槽点了。是。哎，那你们俩觉得脱口秀演员跟咱们就是这个喜剧演员，他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他那个逻辑什么的。你这手卡上写的吗？啊，对。这肯定是手卡上，一听这问题就是手卡上写的。就形式不一样。对，其实形式不一样，但是本质上对喜剧的本能的那个认识其实是差不太多的。我们开始了，直接开始哈。今天的阵容就是把那个开年会的时候表演最抽象的那些人都搞在一块儿了。有的人呢是专业搞笑的，有的人呢以为自己是搞笑的，还有的人呢演的是正剧，但大家觉得他就是在搞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你别说，真挺帅的。你看他这现在瘦了，蛮帅的。我觉得把这些人凑在一块儿弄真人秀，可能挺好笑的，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之前他们在各自的真人秀里面到底有多好笑。哎呦，名场面了是不是？来了吧。他们没想搞笑，只是在放松的做自己，就比努力搞喜剧。这片子挺狠的，我现场看都出汗了。是吗？对，这群给观众带来欢笑的乐子人，他们不光在台上搞笑，生活里也处处都是喜剧舞台。首先是小捣蛋鬼武艺，曾经的快男季军，人气王蒙奇奇，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闯祸不断的。你们现在不说都不知道他原来是快男吧？脑回路。武艺，我好像知我知道哪个医院吗？但他很少唱歌了，好像是。出惊人的神回复。什么话？这个状况多久了？好笑。命运多舛。然后是资深搞笑女谢依霖。1秒之内变格格，凭借 hold 住姐闯进搞笑界，整个场面都好重。后来又在《小时代》中其实这就是最早的抽象身体。受到了惊吓，说自己3年没工作，杨幂便带她上节目。原来时代姐妹花真的永远不分家。最重要的是，她选老公的眼光不错，不像她的姐妹郭碧婷。这有些东西其实观众都忘了，然后现在又让他想起来。喜人奇妙夜系列综艺，早年的魔术技艺就初见端倪，擅长在作品结尾变出煽情大敌。在《姐姐当家》里，更是从喜剧冠军摇身一变成小姐夫，持续给大家提供笑料，可以在喉咙里变出摩托车。为什么他会闯入我的？哎呀！以后早上起床不许接采访，随时随地变出一副无线耳机。误会你了，原来你是在为喜剧创作积累素材啊！最好把那个耳机给我摘了。接着是天选比格选素，婉月没有赏味期，一出道就是魔童降世，怪不得家里这么乱。其实月儿家之前是没有那么乱，只不过可能我没那么注意吧。不是，因为在那个节目里，你看就确实是乱。所以说频频让其。但之前去的当局者迷。对，之前去他家吃饭的时候没那么乱。浪确实太大，让管乐一个没拿稳，把粉丝送的礼物转手又送给了别人。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还好他也做出了澄清，以后送礼长点心吧。哦对，主持的时候也长点心。谢谢，不如
其他的朋友送上2025年的祝福吧。然后是武打界头号谐星向佐，本是武打演员出身，曾拜师李连杰练武多年。李连杰是我的师傅，早年出演了多部扑街的武打电影，直到和抽象网红药水哥 PK， 向佐输掉比赛后领悟了。我有一个，等会儿暂停，有一个小知识，你知道药水哥叫啥吗？不知道，刘波。真的吗？真的，本名啊，刘波。我再做一些片面的介绍，向佐。他是不是瘦了呀？感觉帅了很多呀。三个词哪儿都不挨哪儿。他本身就很瘦吧？放在他的身上就他现场更瘦，非常的合适。你看上镜嘛，上镜都已经这样。在结婚以前来过我们的节目，当时他不走抽象路线，眼神非常清澈。然后第2年郭碧婷一怀孕，向佐傻了3年。后来2个人又要2胎，向佐又傻了3年。都说一孕傻3年，刚好6年。我告诉一下大家，明年到期，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到期了不一定能康复，有待观察。欢迎向佐。张唯一，不太想提到这个名字，没事啊，我努力吧。1年1度喜剧大赛2里面的冠军小队某某某的成员，这个知道吧？但是最出圈的是今年他上的那个真人秀，哎呀，被网友一顿调侃，大家对某某某的喜欢就更加具体了，对吧？只喜欢某某，就是刘某和左某。然后今年他又上喜人，把那些素材回锅给咔来了一下，挽回了一些口碑，所以观众现在在某某某里对他的喜欢仅次于刘某和左某。这个逻辑是非常通畅的吧？欢迎张某。我都想鼓掌。我手心出汗了。1年1度喜剧大赛2，这就出汗了。你往后看吧。他和张唯一在节目里面经常演情侣，这个有印象吗？居然当年还有一些 CP 粉。观众都说：“哎呀，他们2个情侣演的真是太好了。”哎呦，在这儿看到你俩好奇怪呀，感觉。真人秀里的表现，观众真是替管乐高兴啊！还好，当时是演的。管乐，你想一想这事儿，你想一想，是不是不堪设想？掌声欢迎险中求生的管乐。大家知道小齐之前在节目里面蹭艾弗杰尼吧？对，活活蹭出来了一期节目，啊，上次说唱那期节目，哇哦，小齐对艾弗杰尼，哇哦，火力全开。告诉大家，那段确实不错。今天在场的小齐一个都不认识，我们就看一看一个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小齐老师怎么蹭。有请。小齐，小齐他开场，哎呦，开场，小齐的文本都挺猛的，开场很难的，这节奏也好。各位好，我是小齐，谢谢啊！但今天这些人对我来说都是大咖，朋友们，都说太阳出来了，星星就会变得暗淡。向佐、张唯一一来啊，显得我都像个正常人了。显得张绍刚都那么招人稀罕。剩下那些人真不认识，延安呐，我搜了，他的著名作是笛子舞。朋友们，他管这个叫舞。这像是的。我3舅脑血栓复健都比这复杂。不是，我一个中专都知道，一个舞至少2动作吧。没有王广跳。你能学会吗？学会。你要敢管那叫舞，明天我就给花手申遗。老师，我要申请非物质没文化遗产。管乐，真不熟。我第一次见管乐，我说你好，小婉。
真的，因为我 ADHD， 我记人名全靠联想记忆的。我记住他俩完全靠街边那些乞讨的，手里拿着管乐，面前一个小碗。这个还行，这个还行。哎呀，谢依霖，我能记住你，你得谢谢蔡依林。武艺啊，还有特点就是身高。他这个身高确实在娱乐圈不只可以当艺人，还可以当挂件儿。向佐需要挂200多个就可以说我有一身武艺。张唯一我也不敢吐槽了，哎呦我天哪！因为他太脆弱，破碎爱哭，我怕把他整哭了，董璇还得哄他。36岁的时候发微博装可爱，说张小兔破壳了。过生日的时候再说这傻话，哥我一个中专都知道，兔子是胎生。我刚也想说，哎呦我天哪，我又出汗了，我现在。哥，你明年再改，张小鸡破壳了。哎呀，上个节目早中晚各哭一回，咱小兔3哭啊！哎呀，这个比现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节目了吗？吃个饭就知道拿自己刘海擦手的。后来知道了，他那刘海啊，不只能轻浮，不能大甩，因为有些刘海动作一使大了，它就掉了。哎呀 ！Oh my god！ 还在变魔术呢。坦白说，就是我吐槽向佐老师，真是边吐边害怕。我从小就是害怕这种就又没文化又会武术的。哎，还行哎，文本还可以。真的不知道他的点在哪儿，因为他不是普通人，各位理解吗？就是他逻辑真的太可爱了，真的就是大家说他演的正剧搞笑，他就觉得自己是喜剧人了。他可以这样，又有人说我的段子不幽默，我说不好意思，我是歌手。真的原话是我一直练武，原来上天是想让我演喜剧。好像那谁现在啊，刚才那么说，我想让你歇一会儿。我最喜欢他后空翻那个，我看了，就是人说有这么一动作，然后他说这得需要点功夫的，然后他梆就来了一个后空翻。我们说您演正剧幽默，不是夸你好笑，是想说你干啥不行。我们是想说你演正剧的时候幽默，你幽默的时候很尬，你尬的时候很正经。你属于娱乐圈的斜方肌呀，你总该不该使劲的地方使劲儿。最后谢谢喜剧，如果没有喜剧，我跟向佐这样的人唯一的交集就是欢迎业主回家。最后感谢社会，不多说了，我给社会摇一个吧。看完小齐，大家感受如何？不是文本非常好，文本挺好的，然后节奏也不错。我跟你说，一开始我都觉得还好，就小齐开始的时候，我整个人生理上开始冒汗了，你知道吗？而且那棚里边还蛮热的，我还穿了个皮衣，然后你知道就是就是生理上的出汗了。就是你们上这些节目的，你们这些嘉宾会互相聊吗？就是大家会紧张吗？这种有啊，那管乐说紧张死了，我感觉应该都是很紧张的吧。我也蛮紧张的，还行，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不会，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东西不会给大家产生什么再负面的影响了，因为能拿出来聊这件事儿，其实对于自己对于观众来说都是一个释放，对吧？这毕竟咱们也是干这个的，就是我们首先得有个得比其他人更靠前的娱乐精神才行。
谢琳，今天你就这样来了，没有其他任何任务，你就把平时郭碧婷跟你吐槽向左的那些话，原封不动的搬过来，好不好？有请郭碧婷的闺蜜谢依霖来复述。Hello， 大家好，我是谢依霖。如果这些大家好，我是郭碧婷，是不是会炸？有可能。真的要讲了哦。其实你们想太多了，郭碧婷没什么吐槽向左的，毕竟他儿子真在向太手里。来之前很担心，就是昨天还睡不着觉，因为我平常都在带孩子，没什么时间关注演艺圈。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赶快做点功课，查一下各位老师的作品。一查，没有。上次我跟碧婷一起录《毛血旺》嘛，然后就有个问题问说，我跟碧婷最想交换彼此的什么东西？我都还没想好。郭碧婷说换老公。我心想，碧婷你好东西这么多，向太我所欲也，向先生亦我所欲也，向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果向左看了节目，他说可以换一天，那就今天吧。哎呦，这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就好像你选的有钱的一定不会爱你，你选的爱你的一定没有钱，你会不会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向董璇。你在选什么？可能是选择了买单吧，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张唯一跟董璇婚前说有没有心头？要孩子，婚后又说要孩子。怎么说？我觉得挺守规矩的吧。其实我觉得生孩子这个事情，主导权应该是女生吧。因为像我原本就想生4个，我名字都想好了，平安喜乐。结果生完2个之后，我觉得平安就好。老张，我们不能拿别人的平安来换自己的喜乐哟。已经开始道歉。不要讲他了，我们来聊聊管乐。他之前不是主持晚会被骂说用力过猛嘛，说他太吵。其实啦，主持还是要看经验啊。就没有人说我吵，都说我 low 住姐。说我之前颁奖礼乱说话，拜托，这么大的颁奖典礼，怎么可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我这边澄清一下好不好？这都是有彩排、有脚本的，我只是按脚本走吗？但脚本也是我写的。武艺有洁癖又没什么，管乐有脏癖那又如何？脏屁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又不去他家，他脏不到我们，顶多就会脏小婉、张唯一。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综艺，有的时候真的很尴尬，多的就是冷场出糗的时刻。有时候你笑笑我，我笑笑你，场面不就 hold 住了吗？谢谢大家，我是谢依霖。哎呦，谢依霖，可以。哎呀，出走几年回来仍是顶级搞笑艺人。林峰觉得怎么样？就还是 hold 得很住嘛，这感觉。而且确实就是咱们也深有体会，就是女孩子做喜剧真的是很难。她对于就是可不可以冒犯啊，可不可以怎么样啊？对，就是那个尺度特别的难拿捏。对，因为本身就是喜剧很依赖刻板印象，但是大家又对喜剧那个抱有期待，希望喜剧可以打破刻板印象。那有什么？比如说他有些他个啥梗，你当时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他就是因为那个直接就是大出圈，就是1秒变格格，然后你要 hold 住，然后一个 wave， 我都记得。如果说就是你们希望有在咱们的作品里边有一些什么梗能被大家记住呢？
某某某不生产梗。实话，这个我也想说，我们可能更希望记住就是作品嘛，作品本身嘛。咱们更注重故事和人物剧情顺畅的流动，就是那种梗的。你要是偏离了故事，你在人物和故事之外的东西，其实我们是不太喜欢去使用的。对，但是就是最完美的梗，肯定就是你单拿出来说也好笑，然后你放在这里边也对，但是那个就是很明显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能力，没到那境界，它就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今年其实雷的那个就是你单说也好玩，天王老子来了，天王老子来了，这个你单说也好玩，然后在剧情里也对，就是但是咱们没有那个能耐，咱们自己被人记住的台词。通常拿出来单说，人都不知道啥意思，就不知道它好笑在哪。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努力吧，努力来吧，管乐来了，管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管乐。我有点紧张。张老师说的对，主持确实得找专业的主持人。下回我就找张老师，因为他有撒贝宁的微信。现在跟随着我的目光向左看，小狗哥，我看了你的很多视频，总是带着很多的手部动作，所以你到底是艺人还是手艺人？吴一哥，一起来玩啊！哎呀，别害怕，下台再抡你。爱人武艺，艺人的玩具。在酒店练了挺长时间，都是长得帅，没有作品。但延安纯没有作品。但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延安还是挺帅的。网上说你古偶装不好看，还是因为你平时太帅了，到了古装界有落差。你看，张唯一、孟川、向佐都穿过古装，都这样了，都没人叫他们古装丑男，都叫他们别演了。他们三个也对古装圈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有人献丑了，有人献演了，有人现形了。你们三个几分吧？张唯一，你装什么装呀？啊，想装姐姐的唯一呀？唯一，当然最烦装一的人。我看网上吐槽他大男子主义，我不同意。大男子主义是既要面子又付得起款。他这种顶多算是小男子主义，小预算男子主义。我以为啊，像璇儿姐这种仙女，她老公肯定得是个王子吧？没想到竟然是张唯一。也不知道王子变张唯一了，还是张唯一想吃天鹅肉。更过分的是，他竟然真的吃到了，你吃的也太好了吧！呱呱呱呱呱，都说你演技顶呱呱，带个表你呜呜喳喳，买个单你婆婆妈妈，不如把热搜压一压，经济实力抓一抓，抓一抓。鼠来宝，干啥呢？这是？一起来吃呱呱呱呱呱，还有大家一起笑，哈哈哈哈。就是看起来，反正很欣慰啊，感觉练习了很长时间，在酒店里边自己对着镜子说了很多次的感觉，很多编排有，有一些编排，一些巧思。就月儿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很积极，然后很有能量的一个。对，我有个形容也挺，就是管乐应该是他是个急性的人。就是他想到啥他就干，你知道吗？就是他想到什么他就直接来，想到什么他不过脑子。反正他一直都处在那个直接来和反思的那条路上，他一直都在这样。哎呀，那天不应该那样啊，不应该这样。哎呀，我怎么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他就非常单纯，大大咧咧的。反正我看到他们两个在那儿说，其实我就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当一个观众。其实是对，就刚才就是说看到他们被说，其实。那个手里捏把汗，其实我们自己那个当时那个姐姐当家那个节目播的时候，我一期都没看过，
因为我们作为他很亲近的人，就已经被那个也是在包裹在那个舆论里。其实相对管云也是一样，管云那个节目我也没有看过，我也没看，就看到那个切片说管人家里乱。对，我感觉真人秀和综艺它有它自己的逻辑，跟大家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和我们的真实生活，它其实是有一定壁垒的。就是我们见到人都是多面的，人不是黑色或者白色，人是灰色的，就是他会有各式各样的每一面都会展示给身边的人，但是我们也许只有一面，会被选择性的展示给全国的观众。那本身我们是干这行的，这就没办法，对，那也就受着，对，这就是受着，受着我就突然间变瘦了嘛。你活该，张伟一，下一个上场的应该没那么开心，被说了一场了，而且今天没戴耳机，应该都听到了。也别光听了，别人都说你那么多了，也给自己说说话，也说说别人吧。让我们有请某某某的张某，张唯一。帅的，你这身还挺好看。紧张，真的，当时真的很紧张。大家好，我是张某。看出紧张来，很开心。这场乐子人巅峰对决，很开心，真的很开心。那在座的乐子人呢，有的是天赋型啊，有的是努力型，我是挨骂型。我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啊，看到了我们这个类型的祖师爷邵刚老师。刚二爷在上，请受我一拜。说你们自己的，别再赏我了。向佐，你照镜子的时候难道不想给自己两拳吗？很多人说看完节目呀，再回家看老公都顺眼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啊，董璇也是。在这儿啊，我得帮我的好朋友管乐啊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其实他家里边乱成那个样子呀，都是为了练形体。啊，你看，哎，地上有个枕头，嘿，哟，墙皮掉下来了，哈。这么解释行吗，管乐？行，可以。哥们儿尽力了啊！好，感谢。延安老说我炫耀啊，延安你能炫耀什么呀？笛子舞吗？哎，我现在延安跟管乐两个人搞一个组合，延安一吹笛子，管乐啊就从罐里边他俩真能拍一个，真能拍个抖音。延安的抽象代表作是笛子舞啊，他说笛子舞的重点呢是要表情欠揍，那我就不懂了啊！你说你长那么帅啊，你那张脸能有多欠揍啊？有这样欠揍吗？谢谢啊，客气了啊。有这样欠揍吗，宝贝儿？别整。所以延安，你告诉我，哎呀，季依林是前辈啊，但是说实话，他的这个搞笑技巧呀，有点过时了啊，就像 hold 住姐这个名字一样，一样过时。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搞笑啊，要在不经意之间。哥们儿，好了，我的表演就要到这儿结束了，我要去赚下一份钱了。谢谢大家，我是张一。可以，哎呀，过去了，架火上烤，兄弟。主要只要放松，其实就行。本身的东西它真没办法。因为我觉得吐槽别人的可能都还好，就是因为就已经处理得很不错了。主要是他自己的那个方面，你看开玩笑的那个话怎么说一点。
反正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那都去年的事儿了。三位老师完成任务卡上的任务了吗？我完成了。你别说向佐还挺帅的，刚才那角度。不是你别说真挺帅的，你看他现在瘦了，帅了很多呀。我觉得我应该是完成了。你的是什么呀？我的是在不经意间拥抱你3次。你有没有心疼我？哦，我就说，就对，那我就完成一下。我就知道他就是那个。他当时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那个。你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是站起来伸展身体3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希望大家看了这期的节目以后开开心心，然后有个乐子。祝大家团团圆圆，开开心心，新年快乐！